女神在线，美丽无限，欢迎收看《女神在线》。今天要讨论什么样的话题？要介绍什么样的流行资讯呢？花花，你要不要吃？这里，你要不要吃？这里，你好像是最不能抗拒的。他们真的对肉泥都很没抗拒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他们对一个东西很有，因为我们最近在自己烘那个鸡肉干给他们，也给我自己吃，但他们很爱耶。对。肉干类，我到了后期之后，觉得好像时间比较可以自己掌控一点点了，我才开始养狗狗的。但是后来那个狗狗就被猫影响到啊，人家猫，它以为它是猫哎，我们家是养发豆哎，可是我们家的发豆手会这样子放，然后它做法也会是跟猫一样，好可爱。我打开房门，外面是烟雾弥漫，可怕。勾了一个袋子，这样勾到那个电磁炉上面，然后打开。哇！欢迎今天来宾爱心，嗨，小抠，晨曦，喵，还有允杰，保养专家关林老师。是今天要再介绍什么呢？哦，我又从日本带回来一些好玩的东西，而且今天绝对不会有小废物，好，都是非常实用的商品哦。我们只要去日本看到这个就一定要买啦。哦，这个是就是对，因为呢这个品牌呢，他们有推出就是日本地区限定的面膜，而且非常难买，你就算去日本也很难买到。它有很多地方是什么东北限定啊、九州限定啊，对，它并不是全部日本都买得到。然后这次呢，我就是在这家店呢，就是找到了这个味道，它是桃乌龙茶。哦，最近茶的乌龙茶，桃乌龙茶是最新的味道，每次的限定的味道都很特别，成分也很特别，然后故事也都很特别。然后我只要一看到，立刻一定就是会入手。谢谢，小珍姐在日本更疗愈了耶！有在日本玩的人就是可以买这款面膜，桃乌龙好的面膜。然后再来呢，我觉得对户外运动或者是经常在户外，像你打高尔夫球啊，有一款这个暖包是目前史上最热的暖包，它的温度比一般暖包还要高10度，很高哎，还要高10度，对，它有多烫哎，会起水泡，那个不能直接接触，真的烫哎，非常烫，它是烫哦，它不是只有热哦，烫哎，可以那么烫，因为呢这款暖包它就是你看它老虎的那个造型，它专门就是给人家在户外运动的人，有哎，然后经常在户外工作的人，可以，因为一般的暖包，像其实你看韩流来，那一般的暖包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已经不够用，对，已经不堪用了，对，那所以它其实后面有很多警语，就是你在用这一款暖包的时候，你要小心，你要隔着啦，然后最好包起来，因为我其实第一次用的时候，我是睡觉的时候用的嘛，我半夜烫醒哎，吓到，赶快把它丢到棉被外面，那真的会起水泡，因为我想试试看它到底多烫。再来，我在日本很喜欢研究他们家的他们日本的一些牙膏，因为他们对于牙周方面的东西都很重视，所以呢，最近呢，日本的广告狂打的就是这3款。老师有带牙刷来吗？很想试试看，对，泡泡的耶。对，来这一款呢，就是有碳酸，因为很多牙缝刷不到，有些人又没有用牙线或那个漱口水的话，它的碳酸会跑进牙缝里面，帮你清除你的牙缝的脏污。然后这一款呢是发热，干嘛？发热牙膏就是能够有40度的温度。让你刷牙，40度，但是它就是一开始刷的时候会有温感，然后慢慢的会降低，然后你刷开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嘴巴就是温温的、暖暖的，就好像是那个好像在喝温水一样的感觉。然后它就是帮我们的牙龈做一个循环，然后主要是汉方的成分，这个也是现在最流行的。然后这个很厉害。这个，因为呢，小英要试吗？可以吗？这是小英的舌头蛮干净的，对，是人家蛮粉嫩的，是有点像是漱口水的概念。但是它主要是清洁你的舌苔，来舌头，伸出来，来张大一点，好帅，侧面节目上刷牙哎，看得到吗？对，好来。但是我觉得小英的舌头看起来很健康哎，这整个画面好色情哦。你这个干什么？然后漱口，好大包哦，把香挤太多，可以吐在这里，我要吐了！天哪，这是什么画面啊？哇，好真哦！吐出来好难看哦！但是
我现在觉得口气非常。哇，好清爽哦！而且其实有些人啊，男生去刷那个用牙刷刷牙胎是不行的，太用力的话，你的味觉会丧失。这个要先藏起来，这太不好看了。对，这个不行不行。你赶快拿出去，真的不想看。哎，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真的口气清新，很清新哎，很舒服。它其实很好用的，对，很好用的。在家里可以非常自在的用。对，然后而且它对于那种蒜头、大蒜、生洋葱什么的味道，其实很有效。真的哦。对，很有效。接吻神器。好，是。再来一个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这是眉毛的转印贴纸，这个我就很疑惑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之前还没有纹眉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。对，然后就是真的很多人就是眉毛就真的空了啊，然后它是可以转印在有眉毛的眉毛，对，有毛在上面哎。有没有玩过转印贴纸？有啊。对，它就像那样子，你剪。但因为转印贴纸没办法在有毛的上面。对啊，它会有就是你本来就是几乎没有的那种，对，你就把它贴上去，像转印贴纸一样那样玩，把它撕起来。好，日本其实还蛮爱做那个沙拉调味酱，对对对，有各式各样的。但是你会觉得说，哎，这2款沙拉酱居然是草莓跟柠檬的味道，它一样是用在生菜沙拉上哦。柠檬能理解，但是草莓很难理解。对，但是可是草莓是不是可以就是挤在什么吐司？应该可以吧？不是，因为它是那种水液状的，对，液状的。你知道它可以用在哪里吗？哪里？优格。柠檬的我们可以用在哪里呢？哪里？可以混合美乃滋哦，变塔塔酱，是不是很方便？不好意思，你们这样子的时候，我家的猫咪一直想逃出去，我家的也是有点 hold 不住了，要逃出去。小偷家的猫的脸。再来好玩的来喽！哦，你看什么？色盘泡澡地。这个什么意思？好像悠悠台哦。调色盘它有就是橘色系的、跟冷色系跟暖色系的，然后它里面呢有12颗哦，你看哦，12颗哦，它里面有12颗，哇，你看彩色的。然后我们可以玩配色啊，来，你们有学过美术吧？有。那你们知道黄色加蓝色会变什么吗？变绿色。哎，都有概念嘛，考不倒，来放进来喽，可以拍得到吗？来，黄色加蓝色，它就会混合成绿色的泡泡。我们再多1颗，好可爱，哇，跑好快再多1颗，这样好饱和哦，那个颜色。对，所以你就可以在浴缸里面呢，这样玩1个小时啊，就不用怕说泡不久啊。紫色跟橘色可以七彩一起丢下去吗？它会变黑的呗？应该会变黑的。哎，它有卖黑白的呢。哦，它有卖黑白哦。那会变灰啊？那个紫色丢进去是红的，很漂亮哎。那如果在这一锅里面，这一盆里面再放一个像绿色的东西，绿色红配绿，对，蓝蓝的，然后或者说我们再放一个黄色，让它颜色再中和一点。哦，对，让它颜色再变浅一点。其实你是不是今天就不想把这包带回去？直接用完了，丢完。但是不觉得超好玩的？然后再来这个啊，小衣服，可爱到可爱。这个应该是狗狗的吧？应该猫也可以，应该它穿不下，它穿不下。你们这个对，cookie，然后这个就是好像有那种奥地利赫本的风格，然后这个就是那个云朵包啊，超可爱。啊，如果主人就是带云朵包，然后那个猫猫或狗狗在穿这一件的话，你们等一下如果谁穿得下，我们就让它带回去。白猫穿什么都好可爱，如果我们家的猫穿那个根本看不出来啊。我跟你讲，白猫跟橘猫穿什么都很可爱，橘猫也是。哇，公主，好 lady 哦，好 Q 哦。你们的猫都小公主，你们的猫都会穿衣服，我们的猫一穿就不会动了，赶快走进去，它一直都进去这个房子里。天哪！
其实现在很多的宠物也都很疗愈。对啊，有够笨的，好可爱哦，卡哇伊，对，卡哇伊。然后有猫派的、狗派，因为像我自己就有9只猫、1只狗，我是比较猫派，对，我是猫派，因为猫比较独立。对，那我有一只红贵宾小狗狗这样，所以你们今天都把自己的疗愈小玉带来了，没错，疗愈小物带来了，跟主人都好像哦。你是养2只柴犬啊？一只1只柴犬，一只柴犬，那你是就它一只，就它一只，1只抵2只。它是重量吗？重量级的。它之前胖到快10公斤了，但是现在有减到8点出头。它很狂哎。对，然后她其实小时候是个伪娘的感觉，就是她小时候很像女生，然后就是那种娇滴滴的样子，然后一直到她真的体重开始快速成长之后，才开始有点阴气。她之前每个人看到都说她是不是小女生，然后我就要拿出来说不是，她是男生。露一下，对，她7岁多，对，7岁多。今天最年轻的，对，青少年，今天的忙内，对，但是他是最大只的妹妹。没错，他是弟弟，他是弟弟，对。那他嘞，小抠。我的这一只是小花金吉拉，然后它16岁，就是9年次的，它是我第一只养的猫。对，但其实我们家有3只，那本来还有1只在去年10月就先当天使，因为那只是我老公养，他25岁，哇，对，就是年纪非常的大，但是其实一直都很有体力这样，但是因为年纪大了，本来器官就会衰竭。猫是可以养到25岁，可以。对，世界上最长寿的猫好像是36，好像有36岁，对，然后它也16岁了，但是就是它其实我养了它，我觉得它其实还蛮乖的，它是母猫，所以我后来自己又养了另外一只也是橘，也是一只橘猫阿比西尼亚，那我今天就带它来，对，然后因为我觉得它最疗愈的地方，就是因为毕竟金吉拉就是晨曦也是金吉拉，金吉拉的个性其实就是会比较凶一点，然后也很有个性，就是我可以他自己来找我，但是我没办法自己去找他，因为他就有时候会不高兴。那有时候我们回到家里坐在沙发的时候，他就会他的身体就一定要黏着我，他的屁股就要对着我，或者手放在我的腿上，就是要一定要碰到你。对，会觉得超级疗愈的。然后我们家另外一只橘啊，就是它更黏人。橘猫真的很 funny。对，橘猫真的很好笑，它是一个大爷，它真的是大爷，但它很可爱。只要你坐在沙发上，它就整个跳在你的身上、你的腿上。你看电影啊，你看2个小时，它就在你腿上2个小时，而且它其实也是蛮任人宰割的，对，就是很可爱的橘猫。所以有了猫之后，有时候心情不好看到它们，或者是不想跟人讲话，跟猫讲话，就觉得心情有被疗愈到。真的，因为我们家有猫有狗嘛，然后每次回去的时候，狗都好兴奋、好兴奋、很开心这样，然后猫就一副这样，你又回来干嘛？对，真的很特别。它可以吃这个吗？它可以啊，可是现在它有点紧张，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吃。你不要紧张啊，吃肉，感觉好像在入迷喽。它吃应该会很开心。吃这个，小珍姐一开，然后3只在那对，这里啊。它叫什么名字？飞体，小飞体，飞体，它是它的名字吧？飞体，闻到吗？有，好香哦！你闻到？那你头可以另外一边吗？你这里吃不到哎，飞体，这边，这里，你要吃吗？啊呵，别吃这种鱼装，你要别吃，它还能吃吗？可以，它是吃货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它总有一天会为了吃而马上来了，转过来，你看它 ，Oh my god！掉下来，我们家猫现在已经聪明到，我只要拿出来，就是去厨房拿。好了，你吃优雅一点，孩子。开盖子而已哦，听到那声音，对，真的，对啊，很厉害，很爱吃，橘猫超爱吃。我严重怀疑它是不是混到橘猫，有可能，总有一天会因为吃被带走。不认主人，对不对？它认食物。你的那只？我的是3猫1狗，然后我跟你说，因为我们家的猫是个别领养的，就是不同阶段领养了不同的猫。然后我们家一开始第1只猫啊，我跟你说，因为它过世的时候，我超想念它的，我就想要跟它养一模一样的猫。结果到处找，你知道我第1只捡到那只猫多少钱吗
不知道一只超过10万。啊？什么品种？什么意思？捡到？哦，你捡到捡到我第一只捡到一只布偶猫，那时候捡到的时候它已经7岁多了，它就是在一个巷子里面流浪。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台风天，你知道它为什么被丢掉吗？其实那只木偶猫超蠢的，至少应该要20-30万起跳。它被丢掉的原因是因为肺纤维化哦，所以它就被丢掉了。那你后来怎么确定它被丢掉？因为我有在附近问说有没有人的猫遗失，没有的话，因为我没有马上把它捡回去，我是台风天的第2天，我跟他说，如果你明天还在这，我就把你带回家，然后我就把它带回家了。然后所以我第一只猫就养了3年多，然后第2只猫也是养了10年多，到第3只猫就是他们的时候才养了。一次3只，因为第1只猫肺纤维化，第2只猫艾滋，所以它不能跟别的猫相处。第3只猫，它其实一捡过来还在喂奶的时候就猫瘟，猫瘟的致死率是99%，它那时候还2个礼拜大，这么小一只而已，结果它还是活过来了。OK， 好好照顾就可以了。所以我就觉得我家的猫好像都很可爱，真的很好笑，很像少爷。哎，他平常我这样喂他这只手还上来控管一下，不要走，对，让你不要走。可以吗？还可以啊。我有多带好多，他想吃。你要拿来给他补一下。你要不要吃一下？来，谢谢，来谢谢姐姐。你要录音录完了吗？哎，你转过来了耶！你要不要吃？谢谢弟弟，弟弟分你吃，我带了好几条，抓一把。嘿嘿，要不要吃？每一只都在花花，你要不要吃？这里，你要不要吃？这里，你好像是最不能抗拒的食物。他们真的对肉泥都很没抗拒的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他们对一个东西很有，因为我们最近在自己烘那个鸡肉干给他们，也给我自己吃，但他们很爱耶。对，你不要肉干类，你不要就是鸡肉烘成干，不要是不是？那个也蛮像，就是宠物本身就有陌生环境，而且是原味的，对，所以人也可以吃。哎，他也是吃的很猛烈。对啊，他们真的对肉泥都无法抗拒。好像不太愿意。那你为什么你们会是猫派？哦，对，因为其实我觉得猫就是像刚才小珍你说的，猫就很独立。因为我觉得如果养狗狗的话，你是流氓是不是？咬的干什么？一开始流肉，因为不觉得有时候养狗更需要更多的时间陪伴。是。对，然后因为有时候我们工作很忙碌的时候，没有办法就是天天陪着它，或者是带它去外面遛一遛。所以我觉得养猫可以就是不用这么多的时间，然后呢它又可以陪伴在旁边，然后也就是它就会觉得猫是很优雅的一个动物，真的。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养猫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因为我的个性就是比较大咧咧的，就是比较像男孩子。然后那时候我想养猫，就是学习猫的优雅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它很优雅。怎么可能？我养了这么多年猫，我怎么还这副德行？但我也是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一开始是。其实你的猫每天也在想这个。对，所以就觉得养猫其实就是觉得是陪伴的时间可以少一点这样。对啦，对，比较不会有愧疚感，都蛮可爱的。我跟小扣一样，因为我们家原本最多的时候是5只猫，然后2只狗狗。那最早的时候我也是先养猫，就是那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就会觉得说好像猫比较容易配合我们的工作嘛，就我们有时候出去工作的时间的话，它们好像可以自己打理这样子，可是狗狗完全不行，没办法。而且后来是我到了后期之后，觉得好像时间比较可以自己掌控一点点了，我才开始养狗狗的。但是后来那个狗狗就被猫影响到啊，人家猫，它以为它是猫哎，我们家是养发豆哎，可是我们家的发豆手会这样子动，然后它做法也会是跟猫一样，好可爱。然后可是我们家的猫就是永远都在高处鄙视我们家的狗，然后就是一排站在那边，然后看地下的狗狗。对，然后还有他们会就是戏弄我家的狗狗，因为它。比如说有一次，我就是把那种甜甜圈啊放在比较高处的柜子，因为狗狗不能吃巧克力什么嘛，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个要放在比较高的地方。就回到家，我超生气的，我就想说奇怪了，是谁把这个吃掉了？因为那地上只剩那个甜甜圈的袋子而已，我超生气的。后来我就调监视器，发现是猫它们全部都是跳到那个台子上面，然后这样拨，对，很戳下来给狗狗吃。对，然后掉到地上，那发豆看到，然后就把它吃完了。
了。然后我回家第一件事情，我当然就是先责骂狗狗，我就觉得猫真的是贱贱的。他们害狗被先骂。对，而且是巧克力，我就说你们这些猫巧克力，对，好吗？巧克力口味的甜甜圈，我有去问医生，医生就说因为那个浓度没有到那么高，所以就是其实还可以。如果它没有就是真的就是突发的那种状况的话，就不用再带回去。也是塞夹到有一次趁我不注意，然后把桌上的金沙吃掉，而且你会以为它吃不到，因为它根本就爬不上去，但不知道怎么弄的还是吃掉。金沙很难开哎，它就是咬的就是烂烂的这样，连包装都会挤下去。对，很可怕。像我们家也是，我们家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们先养了猫，再养狗，就是认识老公之后才养狗。然后我们一直觉得猫咪应该是不会接受狗，结果狗真的是笨到，真的是笨到哦。我们就是第一天把它们放在家里面，然后一般来讲就是发豆嘛，然后它们就是胸前顶多被抓2个就会躲起来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它的胸前是这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至少有20痕。它还乖乖被对，抓，它乖乖被抓。然后我在想说，要么就是2只猫负责架它的手，然后1只猫负责抓；要么就是对，要么就是它抓完之后觉得很舒服，自己躺下去要它们抓。我觉得从此之后，这3只猫对它毫无芥蒂，因为觉得怎么会有那么笨的狗？我觉得你们家的猫把它当做猫抓板，对，真的。可是我们家狗跟我们家猫有时候相处，它们可以睡一张床上，很疼，然后都是会有差，然后我们家猫就会一直去跟它蹭这样，然后就会去跟它玩，感觉是同类的感觉，对，就很可爱。可是狗就是很就笨笨的，对，有时候你知道，因为我们家猫短腿猫，它是因为它是基因关系，所以它有时候走一走，它就会这样躺，就是它在痛，它可能没办法走太久这样。但它有时候就刻意撒娇的时候，狗就是直接踩过它这样，很兴奋啊！直接给它踩过去。可是我觉得我把我这只养成狗，因为我其实只有养它1只嘛，而且我在养它之前，我家从来没有养过任何宠物，所以我其实养它的时候是很慌的一开始。然后呢，因为那时候其实是我跟前这边还有肉泥，超可爱的。我跟前男友那个时候刚分手，然后呢，我有个猫奴朋友，家里那种快10只猫那种。一直说服我养猫，然后我后来就妥协说好啦，不然我去看一下。可是我本来想说看一下打发它就好，没想到看到它的时候，我就直接当天就把它带回家。可是我连猫笼子、猫砂那些我什么都没有准备，然后就半夜去小北，赶快他们先帮我去买，就他们有经验的就帮我买很多。结果它那个时候就躲起来，猫紧张都会躲起来嘛，刚到我家躲起来。然后呢，他就说没关系，然后就拿肉泥来，然后到那个缝。然后大概不到10秒，大概3秒吧，冲出来，他就开始吃了。然后我朋友说啊，没事啊，会吃就没事，不紧张了啦。对，然后从此之后我就发现他真的就是个猫奴，不，就是我是个猫奴。然后呢，他是一个超级他吃货，对，就是你们是猫下去让狗吃嘛，我是回家的时候会发现像这种我没放好啊，我一回家啊，全部都是咬烂在地上。我们家也有一只也会，全部咬烂。所以你们家的猫是，所以我本来以为是会拆家的只有狗，没有。你知道有一次我家差点烧掉，就因为猫，因为我有几只是流浪猫，对，那有一对兄弟是我特地去高雄流浪猫把它们带回来，可是。你就会看到他们真的是哥哥很保护弟弟，然后呢，弟弟永远就是傻不隆咚那个。可是那个哥哥是因为他是黑猫，对，那他很凶，他是那种在家里他已经是后面才来的嘛，然后他在家里他一定就是要称凶，是称霸，而且他的叫声超级，他的叫声是这样，这种很凶，真的很凶。所以他每次有时候他进来，因为他大部分都在阳台，因为我必须要把他们隔在一起，他是会把我们其他的猫背上抓出一个大洞的，所以他们必须要隔。现在也是。对，然后呢，他有一次闹事闹超严重，因为我家的中岛上面有一个像电磁炉那样，然后呢，他有一天早上我睡起来，我想说谁在我旁边抽烟啊？那个烟味好重好重。然后起来之后，我打开房门，外面是烟雾弥漫，可怕，就是已经烧，然后已经是那种塑胶味道，你已经觉得干烧，整个人要中毒了。后来一看，你知道他有多贱吗？他从我旁边勾了一个袋子，这样勾到那个电磁炉上面，然后打开，哇，
好聪明，好聪明哦，超贱的。像另外一只，它也是非常的贪吃。像如果我们家里的那个台面上的食物都收的超干净的，因为如果说你有放了一点食物被它闻到，它会跳在上面，然后把东西拨到地上，一起 share 跟分享。这一只就会在地上，因为它比较笨，它就会在下面一起分享。然后有一次也是火锅，就是前一天可能就家里有朋友来聚餐，然后我那火锅呢就是温温的，我想说天气很冷，我不用收到冰箱，明天再起来收就好。但我早上起来我看到悲剧，因为呢我们家的阿菊呢就把那个火锅整个这样整锅火锅，哎呦喂，对，然后呢真的是被他弄得就很脏，然后他们2只就在那边吃buffet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整个就是跟他说谢谢你帮我们剥下来，是，或者是我去买一些好吃的比如说糕点类，然后呢我们家现在就是有拜拜的佛堂，放在那个佛堂上面，他也会跳上去剥下来，然后把它咬烂。然后呢，就在那边吃什么东西，只要在桌上，他闻到味道，而且他很喜欢喝咖啡。对，他非常喜欢喝咖啡，很会享受。对，所以如果有拿铁的话，他都会把它剥掉，然后在那边舔咖啡。然后有一次，我就发现他有一阵子很长就是拉肚子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奇，为什么他会一直拉肚子？我才发现他在吃油，沙拉油、葵花油。对，他舔油，然后把油给剥掉，然后弄得地板全部都是油。然后我们现在油呢，全部都锁在柜子里面。后来我就受不了了，我就问那个宠物沟通师，我说到底他为什么那么爱吃油？因为他就会吃到甜到会拉嘛。他就说，因为可能我们曾经有煎蛋，因为他看到那个画面说有煎蛋，他吃过煎蛋，他很喜欢煎蛋，所以那个油呢就有那个煎蛋的感觉。哦，所以呢他就特别爱沙拉油。他很美式哎，他很美式，对，他就很爱油，他也是吃货，他可以跟他当朋友，这也是吃货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他很厉害的点是，他从小到大不吃人类的食物，他分得清楚哎，就这点我必须说他好像蛮聪明的。你棒棒，always就是上来闻你吃什么，闻一闻就走。我后来不信，我想说大家的猫都会吃人类食物，我还故意拿到他面前，他还是死不吃哎。然后他永远就是他拆家找的，永远都可以找到是他的食物。我家猫也不吃人，除了一只布偶猫，它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猫真的爱吃鱼。因为我们家其他猫也是不吃人类的食物，它是连闻，它闻一闻它就走掉。但是它是那一只也是很贪吃，然后它看到我们在吃鱼，它真的会上来。但只有鱼吗？人类的食物，它就只有鱼，比如说其他东西它也没兴趣。可是好像可以被训练哎，都会吃。因为我们家的猫原本也是真的，你放在它的前面。不是猫的时候，它不吃。可是后来不知道有一次怎么开启了它的那个开关。有一次我去那个 7 买茶叶蛋回来，然后那茶叶蛋可能太香了，他们所有的人都先闻过来，我就想说啊，反正他们也不会吃，然后我就放在手上，然后边看电视。结果后来我发现他们3只猫的头全部凑过来，这样它在吃那个蛋黄哎，他们好像可以吃蛋黄，吃蛋黄是好吃，对，他们是可以吃蛋黄，但是它是茶叶蛋的蛋黄，有点太咸。对，要生。从那次之后，好像他们就开启了他们会吃人的食物的那个味觉，然后就是开始什么便当放在桌上，以前不用担心的，后来都要担心，因为你转头它就不见了。有一次就是我回家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说奇怪，他怎么吐出寄生虫来，就是一条红色的，然后我就因为我很害怕嘛，然后我就是还是努力的去看一下，然后想说啊，不是寄生虫，是那个红色橡皮它也就是包便当那种红色的，然后整个就是被咬了一段，然后就这么长，然后它吃下去。你咬那个橡皮筋还好，你知道有一次我出外景回来，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我们那个家，因为那时候我住山上，然后呢就是会有那个我以为是什么绳子之类的，但我没有戴眼镜，我没有看清楚。后来我才发现呢，其实他们就玩青竹丝。对，我这个跟菊菊，他把青竹丝给玩死了，然后因为我外景回来，蛇青竹丝，它干掉、扁掉一条一条的青竹丝是有毒吗？是有毒的，但是对有毒吧？我记得青竹丝是有毒的。然后呢，对吧？对，然后呢，他们竟然把青竹丝给玩死了。然后有时候因为山上比较多昆虫类，有时候回到家里就会看到它凌迟，你知道凌迟是什么呀？蜘蛛，它把腿都扒光啊，还有蟑螂。好厉害哦！真的，你脚一只脚拔掉，你回来你会崩溃，你知道吗？我会把蟑螂的
脚拔掉。对，然后就玩。他们应该很会吃大闸蟹哦。应该会哦。对，这要试试看，要试试看。就是他会把这一些昆虫类当做是他的玩物，然后拔完之后还会把它端到你前面，让你觉得他觉得就是我把它弄好了，这个要送给你的概念。而且他还有一个塞到我的门缝哦，从门缝塞到房间里，好坚持，对，很坚持。我们家这只是壁虎，而且它要留全尸，它是不解体的，它是要把它全部压扁，然后干掉才丢。再跟你说 ，Hello， 我有一个战利品。对，而且你知道，我觉得我家的猫跟狗有点很像，因为它们是有灵性的。哎，大家都说猫比较就是好像无所谓，你知道？哎，其实我家的猫很聪明哎。有一次我去领养了一只，就是有掰咖的腿已经被车撞过的回来，所以它不太会用那个猫门，它就撞不过去。我就蹲在地上，然后先用头撞，再用脚，就是用那个跟他们学他们的姿势过去，然后屁股一直很痛，塞住。我学给他们看，大概快1个小时哦。那只猫就是看不懂，结果后来呢，我们家有一只就是它的哥哥大宝。哎，真的是那个猫的分解动作，哎，它是这样子，它说这样，喵，然后开始把头、手这样，头，然后脚慢慢一格一个过去，它就一个动作，我们家那只就有点瘸脚的猫就过去了。哦，真的哦。那我心里只是觉得，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教？我蹲在那边蹲到膝盖都快断了，头都顶到一个 OK 了，他为什么现在才教？因为他在跟他的同伴说，哎，你知道我们家主人在干嘛？示范给你看，示范给你看。啊，但是这个萌宠真的很可爱嘛，因为现在的那个什么动物展那个展览办的超大，对，里面什么东西都有。但你们宠归宠，你们是为了他们花任何钱吗？花钱多，什么都花。我花最多、最疯狂的是，我曾经就租了房子给菊菊跟小花住，我租楼中楼，我租一个楼中楼给他们住。那为什么会租房？你知道吗？因为当初我刚结婚的时候，我老公家里有一只大咪，然后因为它有领域性，2只猫没有办法立马带进去，所以但我又不可能把我的猫就是送给别人，或者是问家人有没有人要帮我先养着，但他们都不想要养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就租一个房子给他们住，可以了吧？对，所以我就租了一个套房，然后每个月就是大概18000吧，18000。对，就是让这2只猫可以在里面，就是而且就离家里近一点，因为那我现在住南港，然后我就是租南港，我找南港或者是汐止的房子，然后那我会比较好，每天过去陪他们这样子，然后就喂食啊、铲猫砂，所以我那样子我大概租了10个月，然后那个房东也很好，因为我跟他讲我是要租给猫住的。哦，他也可以，他可以，然后因为他的那个沙发是新的，我就说如果他把我们的猫把那个沙发给抓坏了，我就买一张全新的沙发给你。但是把这2只带进去之前，我就把那个沙发呢装的沙发套啊，然后呢就是猫抓的东西我都做好防护，所以我还给他的时候是全新的状态，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还蛮乖的，没有把它抓坏。真的，对，这是比较疯狂的一件事，就干脆租房。对，但是这样零食其实也是会啦，就是平常有时候他们如果剪指甲呀，或梳完毛啊，我就会给他们吃简单的零食。那像这个就是一个小汤匙的那种喵汤匙，然后也不会手沾到，就是有时候就给他吃一匙，然后这样分给他们吃，他们就会吃得非常的开心。对，其实这一些里扣买下来不便宜。对，我光买尿布、猫砂，你知道花多少钱？然后还有像这种夹心的，他们有时候也蛮爱吃的，就是里面有一些夹心的一些零食的东西，他们都很爱吃。但是因为他们年纪大，有时候你买一些玩具给他们玩，他们完全都是不喜欢玩。不要打架哦，2位。对，互看就好。不打架，不打架。然后还有买这毽子啊，想要给他们玩，但是丢在地上，他们连理都不理。所以他们会玩吗？就是有啊，有羽毛，有羽毛啊，就是有的没有一只有反应，没有失败。对他们就是无感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后来我发现他们都不喜欢玩玩具。你知道最近我发现有一只是类似像钓鱼竿，然后也是逗猫棒，可是它是长长的一条线的底，它有那个红外线。对啊，我有买。对啊，他玩的好开心。他不玩哎，他喜欢玩红外线笔，但他不玩那个，而且它是可以剪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买了，然后后来我送其他猫呢。因为你在说这个9只猫这个哈，大概撑不到半天。对，这个就看到羽毛，那野性就会出来。可是我就是去买了一只那个梳子，然后这个梳子它可以就是清洁很方便嘛，然后这好用吗？这我最近有看到。这很好，而且还可以帮它按摩。最重要的是它上面就直接有红外线的这个笔。你就可以直接开红灯，
温，然后就让它就是直接就玩，然后它就会很喜欢。所以就是它一支笛很多功能可以用。像这一只小花是可以自己洗，像我们家另外一只，它是可以给你洗澡，但它听到哦的那个吹风的声音，它就会崩溃。有一次，第一次我帮它洗澡的时候，因为通常我帮他们洗澡，我就会只穿一条内裤，然后因为就是这样洗会弄湿嘛，所以我帮它洗是没有问题。然后因为我第一次帮菊菊洗的时候，我想说我也就是一样照旧，就是只穿一条内裤帮它洗，然后洗完之后嘛，就是帮它吹，对，我帮它吹的时候，那个声音一吹下去的时候，哇，它的爪子吓到，那声音啪，我的胸部被抓着，全部都是血，天哪！从此之后我就花钱请人家洗，真的，因为他很害怕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哎，如果可以自己洗，就尽量自己洗，但是如果没办法，还是就请专业的洗。我其实一开始是自己洗，但是后来我就是被咬了一个，全身都是。然后你不要小看它哦，你说伤就算了，我也没想太多，因为它是牙齿咬，然后我也没想太多，结果蜂窝性组织炎，天哪，肿超大一包，后来想说算了，我就不要自己洗。对，就给人家洗，而且有时候长毛猫它就是我们要吹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吹得很干净，然后反而洗完之后会发现皮屑更多，对，所以就是有皮肤病，对，所以就是给人家洗比较快。我觉得我花的好像都是救命钱呢，因为你看它一来就是猫瘟，然后我上一只是那个猫艾滋，再上一只是肺纤维化，所以我大概平均养它们的每一个月的费用，就是加上救命钱，像它那个之前那个猫瘟的时候，一个礼拜就花了快10万，好可怕，因为猫瘟是那个宠物医院，它不能再收治其他的猫咪了，因为它会传染力极强，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再收治其他猫咪了。可是那时候其实我才养它不到2天还3天，我就会觉得我到底要不要？就是你懂我意思吗？我到底要不要花这些钱？而且医生都告诉我，他活下去的几率只有10%不到。可是他就很坚强，他没有想要走的意思。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花了一间医院，然后把它弄下来，就只为了养治，就是安置它，因为它会有拉肚子、掉点滴那些，所以就花了很多钱。然后像那个肺纤维化那一只是每个礼拜都要吃那个类固醇，所以也是每个礼拜都要1-2千，猫生起病来很可怕，很可怕。宠物好像都是这样，都是啊。我们家猫也是有一只，也是在猫舍的时候就可能不知道脏吧，它就有一个怪病。然后它是从小就要戴着头套，要不然你头套只要一拆开，它是会抓到把自己的毛啃掉，然后在地上滚这种。可是你戴它怎样都查不出来，就是反正它天生基因里面就有这样的东西，它就是会这么的问题。有可能，也就突然感谢主，有一天就把它头套拆开，好了，就好了。怎么好的？不知道，是心病啊，我觉得是，它就好了耶，它就也不抓了，然后现在也开开心心的。而且看医生真的好贵，他们没有就是健保这种问题。然后我第一只猫就是。当时候在家里是心肌梗塞，然后我就赶快把它送去宠物医院嘛。然后那时候开始急救的时候，他就说我们这里急救的话是一轮在算的哦。然后他就是急救1轮之后，他就会出来说你要再急救第2次嘛，第2轮嘛。然后你就是在外面很煎熬，就很像就是你的家属在里面急救，他会问你说那你还要再救下去吗？对啊。那可是他就会跟你说好，那我们再帮你急救第2轮，可是越急救的话，它的状况就会越来越差，可能就会变成植物毛之类的，但也不保证会救回来。那可是我第2轮的时候，我还是说那一定要继续救嘛。然后结果第3轮的时候，他又出来，就是第2轮完之后，他又出来说你还要急救第3轮嘛，因为第2轮好像也是无效的，那中间会有10分钟的时间。结果后来急救到第3轮，急救第3轮，我之所以没有第4轮的原因，是因为他第3轮的时候再出来的时候，我进去看他已经都被急救到已经吐血了，因为你要自己天哪！然后我就说那没关系，我就让他走吧这样子。可是你知道，因为就是那个急救状况，他最后就是你要结账，就是这还是很现实的问题。他就说，因为你刚刚急救3轮，所以是3轮的钱，然后是几万块钱。我当下我也没有这么多的钱，然后也不宠物通常看医生不能刷卡，我就只能就一直边哭边跟他讲说，好，那我就领钱来结账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是边走
走，一直走到附近的那个就是可以领钱的提款机，然后再领，然后又再哭回去，然后这样结账。哎，我真的觉得那时候超级煎熬的，煎熬，真的。这宠物真的是可爱是很可爱，但生命起来也是很头痛，真的。但我觉得小扣真的很狂哎，为那个孩子们租了一个房，我觉得租房，然后也很开心，他们就是10个月后，终于这几只猫可以合在一块住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当初我在租房的时候，在想说到底有个什么时间点让它回来一起住，因为如果这样继续烧钱，我也觉得说哇，如果要租个5年6年，我简直就是在租另外一个套房。对啊。后来就是也是查了很多的一个方法，然后看一些家有恶猫的一些影片啊，怎么样啊，让就是猫和平相处。因为那时候为什么真的这样租，是因为我本来一开始就把它跟菊菊带回去的时候，我们家的大咪啊，就是疯狂的咬它们，然后呢就想要抓它们，但我们的人就是去挡，然后就是全部都是咬痕，地上都是血迹，但是都是人，因为我们去阻挡它。但后来我才发现说，不能那么快让他们一起住，所以我就先在家里拿了一些毛巾啊，然后衣物啊，让大咪喜欢在上面就是趴，然后趴在上面有大咪的味道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他跟小花跟菊菊啊的房子那边，我也是拿衣服啊跟毛巾啊，让他们沾了小花跟菊菊的味道。然后大概沾了1个月之后，我再把这些毛巾跟衣物啊互相交换，让他们习惯对方的味道。对，然后这样交换大概就是8、9个月之后，我就再把大咪呢带到就是楼中楼去住，然后呢小花跟菊菊，对，小花跟菊菊再带回家里住，然后让他们互相闻到那些家具都有互相的味道。家有恶猫教你的吗？对，然后最后这整件事就是他们去洗完一次澡回来就又没啦。对，但是就是他要让他习惯，然后最后大咪一个人在那边住了1个月之后，要把大咪带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剃完毛会比较没有自信一点，所以带他去剃毛，因为他最凶，故意让他比较没有自信，不要那么派，没错，就不要那么派那样子。然后呢，要回家前先去剃完毛，然后带回来之后，他就会开始就是比较没自信，然后就一直关注了他们2只，大概7天不睡觉吧，因为他的眼睛是瞪着他们。对，然后慢慢的就是让他们融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把食物慢慢的放在一起，发现他们会互相吃对方的食物的时候就 OK 了。对，我们家猫很多，不是9只嘛，但很多不同颜色嘛，橘猫有橘猫，有灰猫，然后也有花猫这样。有一天我在吃饭，就是他们在放饭的时候。好笑，他们自己会分群组，好可爱，颜色区的橘猫就一起吃，灰的就一起吃啊，真的。然后花猫就是黄跟黑，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花，很好厉害哦。就想说到底是为什么互相种族歧视，是不是？因为好可爱，真的好可爱。宠物陪伴我们，你们有没有在它身上学到什么吗？有我觉得他们让我觉得，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一个人都可以相处得很好，而且我家猫真的很聪明，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猫。因为我们现在养2只小孩真的太累太忙了，所以我们就是都给他们吃buffet。可是很多人不是都说给猫咪buffet，就是猫咪有时候不知道，它就会就是吃太多，然后不舒服吗？我跟你讲，他们超聪明的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妈妈很普龙狗，不知道会忘记回来下一餐什么时候喂下一餐不知道，所以他们3只是讲好的哦，互相要留一口，要等到我进去到了，他们才就是会有一个眼神sign让可以了。对，所以其实我在猫咪身上学到，再怎么样都能活得下去。也是蛮有道理的。他们知道自己给你这样的讯息，他们应该知道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其实他救回来很值得因为他会亲亲啊。我看一下他现在愿意吗？好不好？愿意吗？怎么亲？他会你说。宝贝，很紧张，抓着你。他现在太紧张了，他太紧张。对他平常会想说紧张小，他平常你说亲亲的时候，他就会这样，他就很紧张好了，其实每次要面对那种宠物要离开呀，我在想我要面对10次但后来也有一句话也疗愈我，他说其实你养它的时候你就知道。他不会活超过你，然后他就是来对，你就本来就知道。我觉得心态要调试。好可爱，你看每一只，他这是睡着了吗？你的这一只很自在，对啊，就直接在里面家里了，他在这里露营，好可爱。回家了嘞！哎呀，回家了，小朋友起床，要看女神在线啊！对，所以大家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这么多可爱的宠物你才看得到啊！还有小知识啦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英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宠物的小知识哦。你知道吗？你家那只高冷的猫啊，也是需要植入晶片报户口喽。以往啊，大家都认为只有狗狗才需要植入晶片，但是现在养猫的人数啊越来越多了。台湾从2026年1月1号开始就有这项规定，猫咪呢是需要植入晶片的哦。这是对宠物的一种责任，也是对它来说是一个保障。OK，只有女神在线，你不可能不变漂亮哦。